有时候，一个人的固执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一幢房子的坚守能够述说无数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建筑超越了仅仅是砖瓦和水泥的存在。今天，我们将进入那些坚守不懈、与时代激流对抗的超级钉子户的故事。如果你手没有在忙，动动手指头，按赞、分享、订阅。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全世界超级钉子户 Top 10。第10名，维拉·库金。这位来自大西洋城的坚毅女士，在面对大人物时，写下了自己的一篇佳话。她挑战的对象是川普，而其房屋位于南哥伦比亚街的3层楼房，成为这场战斗的中心。这场战斗庞弗大卫面对巨人的场面。90年代，川普拥有扩张大西洋城赌场帝国的宏伟愿景，维拉的房子成为了势必拿下的房子之一。然而，维拉毫不妥协。他拒绝了各种诱人的提议和庞大金额的诱惑，简单来说就是油盐不进。接下来的法律斗争犹如一场高额扑克游戏，整个美国东岸都在关注。这场法律的搏斗不仅仅是对抗普通人非凡决心的一幕，更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这是一场充满象征性的对决，一个让众人为平凡民众打气的弱势故事。库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他与他的房屋都得以留下，成为了今天最强钉子户之一。第9名，沙拉咖啡馆。71岁的 Salah Al-Jani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定居法国北部，成为坚韧不拔的象征，坚持保留他在咖啡馆耕耘了46年的地方。这栋不起眼的2层三角形建筑名为沙拉咖啡馆，矗立在空袭后摧毁了周边街区的遗址上。尽管屡次收到购买他咖啡馆的报价都非常之高，但他仍然坚守着这个他投入毕生心血的地方。Salah Al-Jani 的故事不仅仅是财产所有权的故事，更是对咖啡馆深刻连结的证明。这里承载着社区的记忆。1949年来到法国后，奥贾尼和妻子珍妮特努力工作多年，直到1965年才买下这栋建筑。咖啡馆仿佛被凝固在时光中，褪色的窗帘、老式点唱机和泛黄的照片，保存了当年熙来攘往的繁华景象。邻里的改变虽然令地皮被收购重建，工厂倒闭，但他对咖啡馆的拒绝出售成为开发商的心头之患。庞大的 Union Eco 社区计划涵盖80公顷土地，旨在容纳24万人居住，这与奥贾尼对咖啡馆的坚定立场产生了摩擦。项目预定于2022年完工，耗资1.74亿欧元。开发商面临了 Salah Al-Jani 带来的难以预料的阻碍，如公用事业中断和客源减少，但他仍不动摇地为客人提供服务。开发商无奈地调整了计划，将咖啡馆纳入项目中，意识到在当下说服 Salah Al-Jani 搬迁是不可能的。或许他们期待将来说服 Salah Al-Jani 的后代，但现在 Salah Al-Jani 为了保护这段历史，显然是不会动摇的。第8位，郑美如。我们名单上的这位坚毅屋主勇敢无比，但他的故事却是相当令人心酸的。郑美如，一位居住在中国济南省的居民，也是超强钉子户之一。他的房子曾经是一个大型公寓楼群，被指定拆除以建立新的商业广场。然而，郑女士的坚持源于对搬迁所获补偿的不满。开发商展开了对整个公寓楼的拆除，但当开发商到达她公寓所在的楼层时，郑女士的坚毅阻止了他们拆除最后一部分建筑，让她的公寓得以保存完好。然而，这将面临的是，她的公寓已经1年没有水和电，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决心。生活日常因公寓缺乏基本公共设施而受到深刻影响。她每天都得拿着水桶去朋友家装水。她为了应对基本生活条件，已经适应了生活方式。她的坚韧是对家的忠诚的证明。她决心确保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私自拆除。她家走廊上排列的水桶成为了她毅力的视觉象征，即使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朋友家寻求避暑，并且每天郑女士都会回到家中检查，以确保没有人偷偷拆除她的公寓。她的故事凸显了中国在财产权、补偿以及城市发展等复杂问题上的挑战。他抗拒拆迁的决心和愿意忍受这些环境来保护家园，反映了个人权利的故事以及开发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他的处境让那些重视个人空间保护和对于这些改造计划人性面或其缺乏关注的人倍感共鸣。第7名，成田机场。在日本成田机场存在着数位强韧的钉子户，他们居住在机场内，直接影响着航空枢纽的运作。这些坚持不搬离的住户，迫使机场特地绕开他们的家园，甚至开出高达10亿日元的补偿金也不为所动，可谓盯得非常深。为避免打扰这些居民，成田机场每晚11点准时关门，给予他们宁静的夜晚。
要知道，全球客流量大的国际机场都是全天候营业的，成田机场客流量是排名全日本第2多，每年客流量超过4000万人次，但为了这个钉子户，却必须在每晚11点准时打烊。一般来说，飞机跑道都是宽敞并且直线无阻碍的，但成田机场为了这些钉子户，另外开辟跑道，出现了飞机在经过这些住户时都需要强行转弯。这些钉子户在机场发展期间展现了坚强的抵抗意识，导致机场建设必须避开他们的房屋和农田。这片农业区域现今仍维持着5座农场，不断耕种并向当地供应农产品。在机场兴建之前，这里曾是一片农村地带，而如今成为机场的一部分，与繁忙的航空交通形成鲜明对比。第6名，多伦多半户小屋。这个看似被切一半的房子，这个真正的钉子户，或者是半个钉子户。这座孤单的半户屋位于圣帕特里克街54号半，时间追溯到19世纪末的贫民窟。在1890年和1893年之间，这个被浅山形的遗迹是当时街上6个完全相同结构相连的房屋之一。随着时光的流逝，街道名称变了，尤其是一家犹未贪婪的土地控股公司在20世纪中开始收购整个社区的房子。最终，这排房屋的屋主纷纷屈服了。随着越来越多屋主屈服，房屋也一间一间拆除，直到54号半成为最后一栋剩下的房子。这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一栋建筑能如此干净地被划分出一半，而留下其余的部分呢？拆除队设法精确地拆除了54号半北侧的邻居，以至于不干扰任何保留建筑上的原始正面。原本的白色外墙曾经是一个承重墙，隐藏在内部，将邻居的卧室和客厅分隔开来。如果挖掘机一滑，半户小屋就会倒下来。截至2013年，这房子据报是私人所有并且空置。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的最后堡垒也开始显露出磨损的迹象。不过还是得说，这可能是钉子户中形状最有特色的了。第5名，门之塔。在大阪，16层楼高的建筑物一般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但你有看过高速公路穿过大楼吗？这种大楼的5至7层楼竟然是可以开车穿过去的。阪神高速公路是一个149英里的高速公路，贯穿日本的大阪、神户和京都。这条高速公路最著名且独特的特色就是这一段直接穿过一栋办公大楼的3层楼。在20世纪初，对于重建日益恶化的福岛区大阪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这个项目已获批准。当地的房地产业主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建筑许可证，但突然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障碍。阪神高速公路的重要扩建已获批准，它的建造路线刚好穿过了重建区域，当地的房地产业主拒绝让步，导致了长达5年的谈判期。这导致城市和高速公路规划法律的改变，以适应在同一空间内统一发展高速公路和建筑物。这也要求一些创新思维，特别是在一条需要穿过16层办公大楼的路段。解决方案导致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景观之一：门之塔大楼的侧面就像一张嘴一样打开，让从阪神高速公路下来的交通通行。这栋楼看起来充满未来感，与创建摩天大楼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但其实，门之塔大楼是日本政府与对这块土地有主张的房地产业主之间妥协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高速公路几乎不会影响门之塔大楼内的业务，因为业主安装了隔音墙和地板。进入大楼的1楼，人们会看到电梯上标有1至4楼和8至16楼，中间的楼层仅写着阪神高速公路，自然是无法进入的。电梯外侧运行，因此可以轻松地通过覆盖隔音的道路，实际上并不接触大楼，而是穿过它。高速公路是用支柱支撑起来的，这些支柱设计的与大楼的外观相称，办公人员因此不会被持续的交通声影响。第4名，口可海狸酒吧。口可海狸是一家不起眼的砖砌建筑，仅供应罐装和瓶装啤酒，并播放老乡村音乐的一间酒吧。建筑的侧面装饰着一只画得粗糙的卡通海狸，戴着斯坦森帽和牛仔靴，抱着一杯倒斗着的玻璃杯，通常前面停着几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这可能很普通，但稍微退后一点，就不难注意到这家酒吧被4面8方的建筑所环绕。2015年，环绕酒吧的土地被建设集团以惊人的850万美元售出。这笔交易由当地商人和房地产业主策划，意图是为该地区的新项目铺平道路。然而，在这笔赚钱的交易中，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家酒吧挡在了正中间。这家酒吧是威尔逊兄弟家族几代人都一直经营的酒吧，他们不愿意放弃，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威尔逊兄弟和塞勒姆先生之间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团结感，他们坚定地达成了协议，
坚决拒绝放弃这个对他们所有人都有巨大感情价值的酒吧。开发商甚至愿意提供他们其他经营酒吧的土地，但他们的决定始终坚定不移。他们已经厌倦了看着他们所爱的城市被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冷漠的公寓大楼改变。他们认为房地产翻新已经产生了影响，淘汰了小商家，取而代之的是连锁店和高楼大厦。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珍爱的社区独特性已经受到威胁。看到这家酒吧仍然屹立不倒，尽管被高楼锁闭，很明显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赢家。第3名，恶意之屋。这座恶意之屋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卓，以最迷人的方式体现了恶意之屋的精髓。故事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传说在1830年代，一个名叫约翰·霍林斯伯里的人拥有一片土地，位置优越，位于2个大型房屋中间。正是在这一小片土地上，他决定在这盖一座房子，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惹恼他的邻居。而这些邻居正是斯普林斯和他的妻子。他们曾试图从霍林斯伯里购买土地，但未能成功。不知道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作为报复行为，或者仅仅是阻碍他们的视野，霍林斯伯里选择建造了一座只有7英尺宽的房子，有效地阻止了斯普林斯的任何宏伟建筑计划。结果造就了这一座美国最窄最滑稽的3层小巧但功能齐全的房屋，成为了对恶意和坚持的永恒象征。其外观因其细长尺寸吸引了当地人和游客的注意和好奇心。尽管尺寸微小，这座房子设计得非常惊人，具备起居区、厨房和卧室全部堆叠在一起，就像一个垂直拼图，是一个迷人但奇怪的景象。一个有点违反常规建筑规范的住所，成为了一个非传统的象征。这座恶意之屋一直是亚历山卓老城区的标志性建筑，这座房子成为游客最喜爱的景点之一。很多游客希望一睹这个非凡奇观，和附近壮丽建筑形成了迷人的对比。第2名，百万角落。在纽约市中心，有一座5层楼的建筑站在34街和百老汇的交叉口，它承载着房地产和商业竞争的故事。这栋建筑虽然平凡，但总是被它旁边宏伟的麦西百货店给遮掩了。这栋建筑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麦西百货已经是西14街上的一大品牌，计划在哈罗德广场开启一个突破性的零售业务。该公司正积极收购土地，想要建造一个巨型购物中心，奠定自己作为零售巨头的地位。但命运给了麦西百货一个意外的转折。就在麦西百货准备完善计划的时候，一位精明的房地产经纪人成功获得了这块地，给了麦西百货一个意外的打击。这座角落上的5层建筑早已被一位顽固的人史密斯先生买下，当时他收购花了37.5万美元，这笔钱也显示了这个位置对麦西百货的重要性。不过，麦西百货展现了他在这个城市的坚韧，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个零售巨头选择调整计划，并将这座5层建筑融入了扩张计划的大局。这座建筑在34街和百老汇的交叉口上提供了一个契机给麦西百货，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建筑变得不仅是一个阻挠，它成为了麦西百货品牌形象的重要一部分。透过租赁协议，这座建筑自豪地展示着麦西百货标志性的购物袋标志，自诩为世界最大的商店。这既是野心的体现，也是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这座建筑不仅是麦西百货扩张的象征，也是纽约零售景观竞争时代的历史遗迹。第1名，万里茶山的陆家珍。这是位于中国浙江省万里茶山的陆家珍钉子户，是一个象征抗争城市发展的标志性建筑。在这快速变化的城市景观中，陆家珍和他的妻子决心守护着他们祖传的家园。尽管周围正进行着一个新道路和商业建设项目的扩张，这个小小的简单住所却成为了一个钉子户，坚守着作为抗争的象征。数十年来，陆家珍和他的妻子在这里营造了回忆，与这块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所以，即便周遭的建设变动，但这份情感也始终不变。他们拒绝出售房子，坚持守护这块土地。这种家庭与开发商之间的僵持，凸显了个人情感与进步浪潮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座钉子户曾吸引了国际关注，成为了个人财产权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之间更广泛斗争的标志。照片中，房屋屹立在建设工地中央，震撼了全世界，引发了人们对发展和保护之间平衡的讨论。尽管陆家珍的钉子户在2013年已经被拆除，全家搬迁了，但它的影响力却长存。今天的最强钉子户 Top 10已全部看完，看到这边的朋友，如果觉得不错，动动手指头按个赞，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后面更多精彩主题。
还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个影片。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后，我们深深感受到钉子户所展现的不屈精神。他们教导我们保护个人价值与文化意义的重要性，提醒着我们在变迁中，人情和人性的价值仍然不可忽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索这些充满韧性与情感的故事。